这个车站叫东须磨，须磨车站在海边。虽然东须磨和它只有1日之差，但是东须磨呢基本上是不会有游客来的。这边不算是旅游景点，它是一个纯粹的生活区。这边就是一个小镇，高楼在这边基本上看不到。今天来这里是因为这边有一个很不错的卖咖啡豆的店，来卖一点豆子。这边人的生活基本上还停留在80、90年代，小镇上面的人大部分都是这样一个生活状况。大部分的民宅还是30、40年前的，很多甚至是50、60年前的。像天气好的时候，这种阳台上面还会晒着被子。车站旁边就随处摆着这几辆自行车。这个是正常的，就是小镇上面这种都是正常的。如果是大型的车站，车站旁边是有自行车的停车场，但这是一个小车站，平时也不会有什么人来。左边这边是一个小学，里面正在上课。这边的小孩挺轻松的，到了下午2点钟左右都开始放学了。学校旁边花坛上面种的花上面有牌子，写的是哪个班级、哪个社团自己种的，就是这些小花，学校的小孩子自己种的。这边电线杆子上面写着学童注意路段，就这边是小孩上下学的那个路段，你开车在这里要注意一点。我有朋友的小孩在这边学校读书，然后那个学校老师问小孩：“你们长大想干什么呀？”有好几个就是说长大想当棒球运动员，还有说想当饭店里面的厨师，也有说想当卡车司机的。愿望就是这么朴实无华，就感觉好容易实现了。我现在有一点饿了，就是早上出来也没有吃东西。本来想说在便利店买个饭团子解决的，但车站这边它没有便利店。这边有一家店，过去看一下，看看它是卖什么吃的。看样子好像是轻食之类的，卖点咖啡，卖点轻食。他家门口还有一个抽烟的位置，就是不愧是小镇上面，这在大城市都不会有抽烟的店。他卖的就是这种吃的东西。这上面写着塔巴库，这个是卖香烟的店，他还正好就开在那家店的对面。刚才那家店我去问了，那个店主说马上就好，正在准备中。那我肯定不能等他嘛，我去前面看一看，看看还有什么别的吃的。我要去买咖啡豆的店在前面，我先去把咖啡豆给买了。就是这家店，这家店是卖咖啡豆的，我带大家进去看一下吧。こんにちは。这家店也是自己在烘豆子，他家可以试喝，有这么多种类的咖啡豆，那就先来试喝一下他家的豆子。卡片上面都有介绍这个豆子的产地，还有它的那个口感，还有那个甜味、酸味。你看这个每个都不一样，机器也是那种很专业的，它那个烘豆子的时候，那个豆子会在这里转。我们来店里的时候就有客人在这里买，好嘞，来，然后我再继续我的试喝。好，这个是生煎，是我刚刚就想喝的，再来试一下。试喝的时候不要倒一满杯，那显得很没礼貌。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再看看这个。这个好喝一些，这个好喝一些。这个是豆子，这里面还有它的豆子。你看这里还坐着有它的豆子，然后这个是我今天买的豆子，买了200克，这个也是才烘好的，很新鲜的豆子，在店里面可以闻到很浓的香味。这是店主和他的女朋友买到的，就是我喜欢的那个生烘的豆子，挺棒的一家店，可以推荐。如果是来须磨玩的话，可以顺道来这里买。那么现在再去找一个地方吃饭。这家店对新手是比较友好的，就是如果你不知道哪一种豆子好喝，你是可以自己慢慢试喝的，这个就比较好。有网友问我，就是小镇上面做什么生意比较挣钱？我在我以前的视频里面我介绍过，我说是理发师，一个月能挣4、5万，然后当时是被网友嘲讽了的。但是你看它这个价格，小镇上面的理发店普遍都是这样一个价格。我有认识的一个朋友在神户的园丁开理发店，
他也是这样一个价，他一天要剪10几个人的头发，那你算算他一天的收入是多少？所以一个月4到5万这个数字可能有夸张，但是不会太夸张。小镇上面理发师他就是一个很高收入的职业，小镇上面的理发师他本来就是一个稀缺的职业。首先他需要能力，然后他还需要一定的技术。你对比一下，你看看咖啡店有多少，然后理发店有多少。理发店它比咖啡店少得多。前面这里有一家咖啡店，你进去吃点东西，喝个咖啡，也不想找了，肚子有点饿了。就是这个红颜色的这一家，这个一看也是一家家庭店，楼上是住宿的，下面是咖啡店。咖啡店相对来说它并不是那么的赚钱，因为它的那个竞争多了，咖啡店比理发店要多得多。有一个小插曲，就是这个店主他一开始是不太同意我拍摄，然后我再给他讲我在做视频，我最高播放量的一个长视频有300万的播放量。然后这个店主他是有一点惊住了，就是300万播放量对他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户的人口他才150万，整个神户的人都看了2遍这个视频，他一下子不能理解，就是按那个婆婆的意思，就是木村拓哉发一个视频才30万的播放量，普通人做视频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人看呢？我给婆婆解释，我说这个在中国很正常，300万的播放量甚至都不算很高。最后在我一番劝说之下呢，店主就同意让我拍摄了。我还给店主保证，我说您家的视频最终播放量一定不会低于10万，我下次再到你家来我会给你看，所以大家记得帮我点点赞，一定不能让他小看了。店内提供的是这种咖啡和轻食的套餐，就是三明治啊、烤面包啊、烤那个热狗之类的。架子上面摆放的是当天的报纸。整家店并不大，它就只有这么大。这里2楼是他家，这是1楼，把1楼拿来做咖啡店。因为店比较小嘛，所以他工作的位置他就是直接在店里面。这个婆婆在我来之前，她在这里贴这个标签。架子上面摆的这个相机，它并不是装饰，它就是他以前用的相机，而且这个相机它很老了，我以前都没有见过，这都可以算是古董了。然后我点的餐来了，就这样的一个热狗，一小份沙拉，还有几个薯片，外加一个咖啡，这一套是750块钱，所以这个价格还是很划算的。他把热狗切成了2半，它就是方便你拿着吃，味道还可以，里面有些洋葱和酸黄瓜。对于这个价格来说，它就是肯定是划算的嘛。我就是在喝咖啡的时候，那个婆婆突然过来就说，如果你是发给朋友看没问题，但是请不要发在网上。然后我就想，我拍都拍完了，那你不让我发，那我挺可惜的。然后我就去劝说他。他家的咖啡还挺不错的，做的是浅烘的豆子，还有一点烟熏味。这个沫子并不是白色，这个是他家以前真实用过的那个磨豆机，还是很有年代感的。吃饱喝足，从他家出来了。然后现在准备去拜访一个朋友，到朋友家里去玩。经常有网友好奇嘛，就是想看一看屋子里面长什么样子。那今天就满足大家，就是到朋友家里去玩，然后去拍一下，就是房子里面是长什么样子的。这边离他家还有一段路，我们还要坐车去。前面有一个电车站，就是直接在前面的电车站坐电车。这边不算是一个很好的区域，它都算是贫民区了，因为这边的环境稍微差一点嘛，所以这边的房价也相对来说是便宜很多。虽说这边是更靠近市区，但是也没比我住的那片要贵多少，而且经常有这个电车要经过，所以这边也比较吵。你也看这边的噪音还是很大的。我朋友他没有住这里，我要从这里的一个电车站坐车去找他。这里的这个电车站修的也很奇怪，它在那个民宅的中间，所以这每天这个电车来来去去的那个声音还是挺吵人的。这也是导致这一片的房价它并不高的一个原因。你看它这边的道路也是，它这边的道路都是曲折的，就不是平的，不是直的。要是住这个里面，每天开个车回家其实都不方便。你看它这里面的这个路它就很窄，就你很难想象，就你如果开个车回家是怎么从这里过去。但是明显这里面的这几个房子它都是有停车位的，所以它里面是开车的，就是很不方便嘛，就觉得如果正巧对面来一个车，那你们2个就对住了，很难退出去的。你看它这里就停了一个车，这么窄的路就很不方便，所以这个地方它就便宜嘛。你看它这里它这个房子就很挤，但它又有停车位，
那说明你的车还要开进去停，那前面就停了一辆。他这里的房价和我住的那片的乡下能够打平，它也是有道理的。这边说白了就是牺牲了更好的环境，换来了更好一点的地段。你看它这个道路非常的窄，然后家家户户还有车，这还有这么大一辆车。右边这个是他们这里堆放垃圾的一个位置。看样子今天是回收报纸和那个硬纸盒。走到这边算是略微开阔了一点，因为这边靠近车站，就转过去就是车站。就我个人觉得，如果你是图便宜的话，就住这里，那还不如直接住乡下了。住乡下我来市区也就半个小时，开车也就20分钟不到。我从这里我开个车出去768拐的，我估计也要10来分钟。邮局一般都是在车站的附近，就是靠近车站的地方，它有一点商业的。总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店铺的，它这边就有一个豆腐店，它写的是手工做的豆腐，那就去买一点。买了几块油豆腐，就这一家买的，就觉得挺有意思的，就买了。这家店的对面就是车站，就这样一个车站。这个车站的后面还是有一些店铺的，虽然这条街很窄。你看它这里就有一个书店，还挺大的一个书店。这里还有一家咖啡店。旁边这个正在装修，就不知道以后是想做什么。这个电车站也是一个很古老的电车站，一个工作人员都没有。而且我觉得这个电车站，他想逃票的话，它非常的容易。不信你们看这边，这里旁边就是街道，他直接从这里走过来就可以了，根本就不需要买票。这个电车站的旁边全都是民宅，就是已经挤着它了。地上是竖了几个钉子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钉子它根本就挡不住任何人。2点钟，高中生就放学了。很抽象的一个车站，但它惊艳。你看这对面的房子都显得很破败，就说明这不是一个很有钱的区域。一出车站到我朋友住的这边就好很多了，你看这边是不是很开阔？而且太阳也出来了，就整个人心情的感觉好了。所以住的环境很重要，就影响心情和那个脾气。住的地方环境不好，这个脾气都会要差很多。这边也是靠近车站的一个位置，所以围着车站还有很多的高楼，有很多的商业。但这边它和市中心也没有什么关系，它就是围着车站附近有一圈商业。离车站越远，它那个商业就越少。这一片也是生活区。你看这边的街道它就宽很多，它两边走车都没有问题。房价的话，这边要贵一些，比刚才那片要贵不少。刚才那一片它是已经和乡下都持平了，几乎。但这边的环境它就要好得多，所以这是一个个人的选择。但是这一片它也不算是富人区，它就是普通的一个生活区。当然乡下就更不能算是富人区了。乡下是牺牲了地段换来的环境，然后这里是地段好。我住的那一片乡下，它到市区它是搭电车半小时，然后开车的话10几20分钟，所以也没什么不方便。你要住环境好一点的地方嘛。这边它是市区，所以它是有一些公寓的。乡下现在是公寓都拆了，就慢慢都拆除，就只保留低矮建筑，就保留这种一户一栋的那个一户建。慢慢的就是低密度的住宿区就是都在乡下。前面这个是个老房子，然后它改造了，它把前面都给挡住了。这种房子如果是在乡下的话，它有一个院子，它就不用这样挡着，这样挡着是不是很奇怪？这边又是一个学校，就这边的学校还是挺多的。大部分的学校都在生活区，它就不会是很远的地方。每个生活区都是配备有学校的，乡下也是有学校的，乡下附近也是有学校的。这个地方还挺有意思的，这里有一个河道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河道是长什么样子，是不是很舒服的一个感觉？就住在这个河旁边，生活污水都是走地下的，就是河道里面是不允许排生活污水的，只允许排雨水。这个是我朋友家的玄关，就我现在已经到了。
因为我不能太暴露他家的位置，所以他家外面我就没有拍。右边这边打开是他家的浴室。这边的房子家家户户都是有浴缸的，就是很爱泡澡，就没有谁家里是没有浴缸的，这个是不可能的。我就尽量一刀不剪，来带大家看一看我朋友家。没事没事，拍到脸会把你遮住的。这他家的主卧在1楼，他这个床垫是分开的，这边很多这种床垫。就有些人是喜欢睡硬一点的，有些人喜欢睡软一点的。这里是卫生间，你们2个床垫拼在一起分开，这样是最好。这边的卫生间都是这样一个单独的一个空间，看到和浴室是在一起的。然后又回到玄关的位置了，这边就是玄关。这个保护卡是小孩子的，就是上学的时候学校发的。从楼梯上去才是客厅。市区里面的一户建大部分都是这样子，一边是电视，一边是餐厅。大部分的家庭客厅里面都是这个样子，像我家是摆了一个软桌，然后我家那个椅子是直接放地上的，就坐在地上的。这边是厨房，这边的房子很多都是这种做法，就是厨房做饭的时候可以看到餐厅和客厅的，就是为了方便一家人交流吧，就是这边都是这样一个形式。然后洗衣机在这个角落里面，它旁边就是阳台，就是洗完衣服之后就可以直接去晾衣服。这个里面是他家的储物间，就是放一些牙膏啊、纸巾什么的。这个门出去的阳台，不过现在就不出去了。我朋友知道我喜欢喝咖啡，就是一来就冲了咖啡，在池子里面。然后这个旁边还有一个卫生间，其实这个就其实挺不错的，就很多一户建它都只有一个卫生间，就在1楼。然后这里上去是3楼，就是1楼是主卧，2楼是客厅、餐厅，3楼还有2个孩子的房间。这是一个小公主的房间，外面是阳台，现在还在晒着被子。然后这边是儿子的房间，还有一个厕所。然后是在朋友家吃晚饭，这是我朋友自己做的那个花卷，做的是非常的好。煮了火锅，然后这边是他家自己做的卤菜，这个是黑毛和牛，这个花卷在这边是买不到的，还有这个卤菜也是，谢谢朋友的盛情款待。来，好，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，喜欢的请点赞、关注、收藏，谢谢大家。